各位亲爱的家人伙伴，大家晚上好。首先呢，我要感谢系统给我这样的机会，还有给了这些时间，让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有很多老朋友，好久不见了，大家我非常想念你们。那也有很多新朋友，我们可能第一次见面啊。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好了哈。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这是盆子，我们假装是个瓶子好了。然后呢，现在手边有一些大石头、小石头，还有沙子。然后呢，我想请问大家的是，要怎么样把这些大石头、小石头跟沙子都放进去呢？你应该先放小石头、沙子还是大石头？那这个故事大家其实都知道，先要放了大石头，再放小石头。然后把沙子填进去，整个空间就填满了。因为呢，在我们的时间的纵横轴里面，那个时空要做好顺序的管理，放什么的顺序那个很重要，它才能够无限的扩大我们的空间，而且有效的去运用它。所以呢，那因为有很多新朋友，我想不免俗的，我还是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好，我呢，怎么进到这个系统的？先从我赚第一笔钱开始吧。我大学的时候呢，因为我一路就想自己赚钱，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可以去工作。然后人就是这样，当你有想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有机会出现。那个时候我在大学的门口看到拉了那个红布条，然后写了呢国泰人寿招收展业人员。那我想说，哇！展业人员，其实我也不知道展业人员是什么，可是重要是下面那一条字写说呢，试用3个月，保障底薪那个保障底薪1万块，每个月1万块。那因为我现在有点年纪了哈，我现在已经62岁了，然后看不出来吧哈。那所以我念大学是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因为是国立大学，学费呢一学期的学费才7000块钱，然后1个月1万块，然后试用3个月3万块，我1学期就解决了啊。所以我就想说，不管怎么样，管他什么工作，一定要给他就去了。然后去了以后，我对保险公司也没什么概念，那就去了。那是台湾第一届考寿险执照。那大一的学生别的不会，考试就顶会的嘛，所以我们就去开始上课。所以我是台湾第一批考寿险执照的，就开始工作了。那我很喜欢问大家说，你们猜我是不是领了3个月3万块钱呢？大家都说领3万块然后走人，其实没有这回事。我其实只领了1万块，因为第一个月就是念书嘛，然后考试对我们学生来讲 OK。到第2个月的时候就要开始业绩检讨，早上晨会，然后主管就会念。那时候我就觉得尊严大过钱，算不做了就走了。所以我其实只领了1万块，可是拿了一张执照，然后回了学校没有事啊。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有另外一个单位，也是国泰人寿，叫做营业处，它是没有底薪的。那没有底薪，那我就去问问看，因为我有执照嘛，我就去问看。那他们当然也不欠一个人加一个位置，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我很喜欢去，原因是因为那边有国泰早期的时候都有很多阿姨呀，那他们都很喜欢做点心啊，所以我就每天去那边吃饭。他们也不差一个位置给我坐，就在那边混啊，然后慢慢的做，不小心就不知道怎么做，就突然变成那个营业处业绩最高的，然后收入最高的。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在大学1年级的时候，我的年收入已经破100万了，所以在那个年代算是很高的收入。然后我就这样子在保险待了8年的时间，然后接着我做过图书业。我如果当初没有离开图书业，那时候新学友成品还没有，我应该是图书业的大佬了。然后也在广告界待了。可是呢，我不管那个时候收入有多高，它有一件事情就是并没有因为我工作的时间变长，然后它的收入就倍增了。那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啦，就是因为我嫁人了，我嫁给我的老公吴启德。那最重要是什么呢？我老公是一个有大梦想的人，那他想要他有大使命大梦想，他想要把福音传到全世界，他想要开一个像
湖木教会这样全球很大的教会。所以呢，那我自己坦白讲哈，我不是一个梦想很大的人，可是我是个很有使命感的人。所以在现场的各位，如果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有大梦想，然后可是梦想一定要大。如果你自己没有，那你就跟旁边的人啊，然后跟你周围的人或跟着你的老师啊，帮助别人啊，助攻也是很好的嘛，然后成就感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就会想要协助他完成。所以我先生去创业，他没有办法他那时候是宏基的工程师，然后他就创业，所以我就跟他创业。然后他前前后后同时甚至开了3家公司，他是个很努力的人。然后他在创业的当下还同时进修硕士，他忙到后来身体实在是出状况了。然后出了什么状况呢？因为他本身就是个 B 肝带源的人，然后呢，因为操劳，然后工作的关系，就是肝发炎啊，然后脂肪肝、肝硬化，然后肝癌走全了。所以那个时候实在是太紧张了，然后就一定想要转换跑道。人，我还是回到刚刚讲的，当你真的有想要的时候，机会就会出现。所以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机会是很关键的事情，然后不要拒绝周边出现的机会。所以机会出现了，我的推荐人就跑来跟我讲了。那后面的故事我就不用说啦，一样，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黑夹页，有人来跟我们说，穿了一个黑衣服的人，开始跟我们解说。那我听完以后呢，我就回去。其实通常讲的第一次也不是很清楚，最重要是我有需求，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我回去就跟我先生讨论，因为启德是台湾经济部第一批培训的流通管理师，那时候他就跟我说做通路是很可以的，非常有前景，他觉得很好。然后那加上他的状况，然后我就有想要做。然后能够让我立刻做的，其实我也是把这3个我当初决定的原因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我觉得大家犹豫是很奇怪的事情。第一个，我要投入的资金，如果我要做生意，我投入的资金是不是我输得起的？在直销这个领域，在如新六社这个领域里头，投的资金跟做生意不能比，太少了，也就是买一点产品。然后呢，这笔钱你即便不做也是花掉的，所以钱不是问题。第二个，那我们是不是变成当人家的冤大头呢？人家就来赚我一笔呢？那你研究一下制度，就发现我不好，推荐我的还有我的老师也不会好。可是如果我很好呢，我的老师开心了，对不对？推荐我的人开心了，所以他们一定会全力的 support 跟支持我、教导我，所以我不担心。然后我会得到很多的资源，对不对？那第3个，做生意就是不能只在一个地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要跨国际。跨国际我有经验吗？没有。然后有资源吗？没有。可是我在这边我就不用花钱，我就拿到了跨国际的经验跟支持。一般我们做生意要拿 know how 是不容易的，拿 know how 还要去偷拿，花钱去买。可是在这边呢，不用，在这边就是好像进来人家就双手捧着就给你了，然后你就有这些通通都有了。这3个条件让我立刻就决定要做，加上我先生觉得通路非常好啊，做通路就是应该的然后所以我们的决定很简单，就立刻的决定把公司全部收了，3家公司都收了，直接就跳下来全职做。那刚开始会有一个辛苦经营的时间嘛，所以就回到今天的主题，要讲到梦想，讲到目标讲到老师。那我们先谈谈梦想吧。梦想一定要大，梦想一定要伟大，那目标就要可以执行、可以达成的。梦想要大到不容易达成，因为呢，成功为失败之母。如果你一下就达到了，那很快就要走下坡了。接着你要干什么呢？它又是一个你不容易追寻，然后容易一直在前面，就像一个胡萝卜掉在那边，让你有不断产生前进的力量，一直追过去的那个才是伟大的梦想。所以我呢就
配合着我先生伟大的梦想，然后就一路，因为他想要建一个这么大教会，最重要是什么？他想要建教会之后，他当一个不领任何薪水，然后呢还有贡献教会的一个不知心的牧师，还有贡献教会的牧师，所以他必须先自己把事业做成，有被动式收入，才有办法好好的安心的去做他的传教。那当然我们就要努力的赚钱啦，因为有伟大的使命要做嘛，然后所以这个是伟大的梦想。好，那梦想有了以后，那每一个人都有梦想，我还是提到梦想要伟大。那如果你自己不是每个人都有梦想，我特别强调，有人就想不出来。像我跟很多伙伴一起工作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伙伴，他们就是他的梦想只是因为高阶经理人就是没有时间跟家人聚在一起，他就是眼前的渴望，可是一定要往后想得更深，你想要的一个比较大的，他会持续你继续往前走。然后梦想有了以后，就要聚焦回来，变成一个目标的设定。那目标设定呢，一定要注意，它就不是喊口号了，它决定你的成败。目标是一种选择，你选择什么，然后就要认命，就要知道一路走到底。我们叫做一路走到黑这样子。然后举一个例子吧，我很喜欢举这个例子，各位可以看一下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工作，然后呢，一个工作一个月给3万块钱，或者是一个月给2块钱，有2种选项。那这个工作的合约 contract 都是三年，那3万块钱是每个月3万用加的，2块钱呢是每个月用乘的，就是2块、4块、8块、16块，那个32块，然后再来64块、128块，这样子往下加。可是这个 contract 只有3年，我想请问大家会选哪一个？那各位会在这边聆听的，对直销都有概念，对倍增有概念，大家都会说，当然啦，我就选这个2块钱的嘛，因为会倍增嘛。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哦。如果现在我们把附加条件加上去，现在你没饭吃呢，你必须要有立刻的钱呢，这时候你会选哪一个？很多人说，那我就先选3万吧，先吃饱。那主要就是因为大家没有仔细的算算看，我呢当下能够把公司收掉全职，这一条对我很重要。因为倍增我们都知道倍增很好，可是呢倍增到底有多好，是我知道好，应该好，好像好，跟我确定它的威力不一样哦。然后我就实际的，我们呢就简单拿计算机出来按一按，2乘以2乘以2，然后呢你就试试看，到第12个月的时候是4096块钱而已，可是3万块钱的已经是36万了。然后呢到第24个月的时候就是多少？非常惊人的数字，1677万。到第36个月的时候已经是687亿。好，那我要讲，哪怕是你的完成率、达成率是1/1000，都是不得了的事情。只要你走在 right way 对的路上，都是非常可观的。因为是这样，你会下定决心，知道说我选择这个方向，选择这条路是方向。速度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因为每一个人条件状况不一样，每个人可以决定。可是你选择的方向是定好的，是不能变的然后呢，那速度跟翻的频率，它会决定你产出能量的速度来，结果来。那可是呢，大家这叫牵扯到人性了，考虑到一半的时间会怎么办呢？那一个中间的过程，通常第1年、第2年就是一个挑战，大家会想说。我如果不做直销呢？那个我在上班，现在已经赚多少钱了？周边的人、家人、亲朋好友，还有旁边看笑话的人，都会给你很多的压力，然后告诉说你看做直销，你现在赚了多少？你成功了吗？可是做生意就是这样啊，你没有一定的时间，怎么会呢？所以我们看这个，我就问第2个问题了，说如果我现在饿肚子呢？我做不做？选第2个。其实饿肚子，即便你做勒紧裤带，你做生活上做一些调整，都
可以吗？你只要熬过一个时间，它就逆转了，完全就逆转了。所以想法一定要逆转，是方向。要不然，如果你选3万块的，很简单啊，就是上班的工作，你再怎么走，也就是这样。你从上路的时候就知道结果是什么了。那明明知道结果是这样，何必一路走下去呢？所以选择很重要。选择它目标设定的时候，他就已经选择了你的方向，所以就没有什么可以怨的。只是在选择的过程中，目标设定的过程中，一定要设定长期、中期、短期的目标，因为呢，我们还是要需要一些小小的成就感去累积、去达成。所以我们就像开飞机吧，从 A 点开到 B 点，你的航向是确定的。航向确定的时候，你不容易迷航，走错了啊。然后，所以这个最远的那个目标定出来之后，小的要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每天的工作量、工作方向都在你目标设定长中短期的时候都可以设定出来。这时候有经验的老师对你的帮助就是非常大的了。那我后面可以再举例啊。那我就提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要说，那为什么那么坚决的让我决定就一定要做直销呢？理由很简单，我跟我先生收入不错啊，然后自己有公司啊，然后当然身体不好是所有做生意人都要付出的代价啊。那可是我来的目的想要是什么？只是赚钱吗？不是，我想要有倍增的收入。其实各位要注意，做生意不见得会有倍增的收入，然后还有做生意会疲乏，然后你包括应酬人，包括面对很多事情，其实是会累的。所以我就想要倍增的收入，然后能够越做越轻松，能够有长久稳定的被动式收入。因为人是会慢慢的随着时间年龄变老，然后你的行动力、你的眼睛、你的身体状况会每况愈下，那这就是大家一定要先想好的事情了。所以在我们年轻壮年的时候，就是应该要把被动式收入建立得很好。因为想想看，每一个人其实真正你可以拼的时间不多，是有限的。所以有一个黄金，人生有几个阶段的时间，从开始创业那个黄金时间都是是最焦灼的那个时间。因为你会结婚生子养小孩开始工作，钱追着你跑，时间根本永远不够用，睡觉也睡不够。可是那个时候却是创业最好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你的父母在壮年，也 OK， 不需要你照顾。想想看，等你50、60岁的时候，你的父母80、90岁、70、80岁开始老了，你要不要照顾父母？要啊。很多人努力了一辈子，就是希望父母老的时候我可以陪伴，像我们小时候父母陪伴我们一样，父母老了我们应该陪伴他们。可是你要陪伴这件事情要付出的就已经不是钱，还要时间，还要体力啊。所以每一个人可以拼的也就只有25到55这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你就要把你的被动财富建立起来。那你告诉我有什么生意，有什么工作机会可以给你真的努力一次就解决3代的事情？所以这是要想清楚的。因为我想要有被动式收入，我想要，最重要是我想要倍增，我想要越做越轻松。目标很清楚之后，你在设计你的工作内容的时候就很清楚。有几件事情在我做的时候我就特别在意。第一个，我已经考虑的不是赚钱而已方向。所以大家常常做，即便在六社有这么好的一定成功的方法，做也最后变成一个卖东西的人。理由是因为方向常常跑偏，都想解决眼前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只要目标锁定就不会。比如说好了，我刚刚提到的，我想要有倍增的结果，我想要越做越轻松。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做直销的时候，收入大概有2种来源，一个就是组织的收入，一个就是零售的收入。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收入比例是怎么分配的？如果我希望我的收入大部分来自组织的收入，就是被动式收入，不是经由我每天努力产生的
那我就应该花比较大的时间在被动式收入上。然后如果我想要赚钱，卖东西这是有快感的然后那你就有不同的分配。那举我自己做例子，我想要有倍增，然后越做越轻松的结果。所以我在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工作时间的分配，我给组织发展的时间就是95%，零售就是5%。那你说，那我们的业绩怎么完成？业绩还是要完成啊，这是游戏规则就定在那里呀，这是死的游戏规则。意思是说我只能用5%的时间要完成那个基本存活的2000分、3000分的业绩要求，那你就会想办法怎么去做客户管理，怎么去做一些时间分配的管理，怎么去提升你的效益值，那就会去做成，而不可能说我花了1个月的时间都在完成业绩，然后希望我最后组织有发展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的就是时间在哪里，你的结果就在哪里，这是必然的，你随便用点脑子想就知道了，不变的定律。所以我给自己的要求就是这样，即便我从刚刚我的介绍，我的简历开始看，我从大学就做的都是高绩效奖金的业务方面性质的，包括自己后来开公司创业，然后我也会负责一部分这样的工作，所以表示销售对我来讲一点都不是难事，然后也很容易掌握。可是我硬把我的手绑起来，然后只能5%的时间要完成这个部分，那另外95%的时间做在组织开发。那组织开发从刚开始的时候带一个部门，带一个下级，其实不会这么快有产能，产能其实不如你卖东西产出的快，可是它在为你后面铺路，时间在哪里，结果就在哪里。所以我希望我的收入，真的有收过大收入的都知道，零售的业绩永远只占着那个一点点，你总收入的那么塞牙缝的一点点，不管你做1万分做2万分，都是那么一点点，跟你的总收入大收入是不能比的。所以组织的开发发展，它其实才是你要花大部分的时间，尤其你后面会，既然如新是一个国际性的平台，你要跨国际，既然要跨国际，你就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脑筋在这个上面。你思想在什么地方，结果就会在什么地方。当然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时间的分配是不一样的你才能够越做越轻松。因为到后面你开始有倍增的收入的时候，这事情就会走到一个你想要的方向去然后才会有持续稳定的收入，这是我们要的。所以这是目标的设定。那谈到老师这个部分，我就要好好讲一讲了。因为你的目标定得很清楚，所以呢，对老师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老师呢，老师出现的时候，老师是要给你声音的。那刚刚讲目标设定，或者是这时候是一个选择，所以我进到系统的时候，我就不想要。各位应该跟我一样，当你进到这里来的时候，会选择进到如新，进到642，你一定想要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所以我不想要过去的我。如果过去我想要过去的我，过去的成就，我就不会过来。可是我既然到了系统之后，如果我的所思所想，我的作为跟过去一样，是不是我得到的还是过去的结果？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然后呢，所以我来的时候，我就希望一定要逆向思考，一定要不一样。这时候老师对我特别重要，老师给的声音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不能只想要你听得懂顺耳的话，然后那个感觉的好，那个在原来的思维道路上面，而是你要因为你把心打开了，你想要有不同的东西，你就会珍惜所有的不同，所有的不懂冲突。其实我举个例子吧，其实呢，有时候我的老师念我的时候，人被念的时候，我脾气又不好，人被念的时候心情一定不会好。可是呢，在这个我们的合作机制上，各位一定要理解一件事，你的老师念你一定是为你好，因为你不好，
它也不会好。所以大家是在同一个共荣的平台上的。所以即便当下我的感觉不好，我就会把这些念我的东西收在脑子里面，因为呢，大家的高度不一样，感觉就不同。然后我收在脑子里面，等我可能我爬的楼梯更高一点的时候，等我静下来，情绪控制的时候，我就会想懂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所以永远说先搞定情绪，再搞定事情嘛。所以那个时候就会给自己有一个成长、不断成长的空间。那这个成长的空间，它会让我们进步，会让我们走到不同的境界。这个我想这才是我们要的。所以老师是要敢讲的。然后再来呢，因为我们目标想要一个不同的结果，所以就不能只做擅长的事情，做你做得来的事情啊，你会做，你可以做的，那只是完成了一个事情，它不能算是成功。所以直销永远是做你原来不想做、不敢做，你不会的，把它把你不想、不敢、不会的完成之后，那才叫成功。那这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不可能的事情或这些想法从哪里来？那就要从老师来呀。那老师就要分清楚了，老师就有2种以上，很多老师啊。那我从简单的开始讲。在系统有非常多的老师，比如说 Robert 王，他就是我的老师。因为呢，我刚进系统的时候，他已经站在讲台上讲课了，我听着他的课长大，然后他教了我很多东西，所以他是我的老师，我会一辈子感谢他。然后系统有很多的老师，像肖老师也是，我来的时候他已经站在台上讲课了，那我是坐在底下听的，然后努力的学习，然后从不同的地方借力很多的经验，然后长大。所以老师还有什么呢？系统的工具也是老师啊，系统的集会也是老师啊。那这些老师他给我们不同的经验去借力使力，不同的知识让我们成长。可是呢，当你目标设定之后，你要往前跑的时候，不会永远顺利，一定会碰到挫折，一定会有想放弃的时候，梦想也很容易跑掉，也很容易被你遗弃掉，被你摒弃掉。因为我觉得说算了，我何必要这样子虐待自己，我何苦呢？然后这时候你的工作者上线才是最重要的老师。其实真正的一个工作者上线用来的不是问问题，问查业绩，帮助你完成业绩，或者是教你或者教你知识，不是这个不，很多地方都可以取到它，不是不可取代的。可是你的工作者上线是最清楚你的目标设定，最清楚你的发展计划的人。所以当你设定好了你的目标，短中长期的时候，这时候一定要让你的工作者上线知道，他会跟你同步，他会在你看不懂的地方帮你做你不知道的协助，然后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你走到那边就好像奇怪，就很顺奇怪有人就帮你到位了耶。因为你的上线，你的工作者上线一定把你的发展放在他心里，他是知道的，他是用心的。做直销很妙那个跟我们上班跟做老板很不一样。我做老板的时候，那个员工太讨厌了，我就直接把他开掉。下属呢就换人。直销最妙的是你也不能换他，你得带他，你还要爱他，然后跟他一相处几十年下去，然后他跟带孩子很像又不一样，因为孩子毕竟你从小带，然后给他一个模型，这个从大了开始带，这有点难搞。所以工作上线不容易做，真的是这样子。那你要懂，你懂了以后，你才会去善用你的老师，会珍惜你的老师，也会跟老师沟通的方式在一个对的频道上。要不然大部分人用老师都是用来业绩有问题啦，什么产品知识有问题啦，这客户怎么样啦，你是反正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啊，那你就小瞧了，浪费了你的工作者上线，浪费你的老师所以工作者上线，这个老师有经验的老师是很重要的，他知道你设定的这个目标欠缺在什么地方，
最重要是什么？你要放弃的时候，他很有勇气敢跟你说不能放，继续下去。你都想翻脸想打人了，他还敢跟你说不行，你要继续下去。要不然大家会觉得有差吗？我差你一个人，对不对？通常大上线都有很多下线啊，有差你一个吗？那他真的爱你才会跟你说你要继续下去，能够帮你保持梦想、保持初心、维持在轨道上的这个人很重要，他是你的人生老师，很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部分呢，老师就很重要了哦。然后你用的方法，好老师能够帮助你锁定目标，面对困难，它不是让你没有困难哦，它让你能够面对困难，能够跨过那个困难，然后借着困难成长。甚至呢，你跟你的老师要常常聊天，为什么？你们的梦想可以同步，让你的老师知道你的梦想，让你也要知道老师的梦想，因为本来就是互相为助力，然后互相会兜起来。那我要讲讲我人生的老师吧，很重要。各位知道哦，几年前我先生过世，那对我人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我先生呢，他就是个宠妻魔人，应该是这样讲吧。可是呢，他厉害在什么地方？他不会因为宠老婆，结果就模糊了他的梦想，模糊了他的目标。很多人宠老婆之后就跟着老婆的眼界心胸就去了，你的梦想就放低了，就只在服务老婆。他不是他有2样事情，就是他想要的是跟宠老婆不抵触，可他非常坚持的，一个是他的信仰，一个就是什么，他要创业啊。然后他还有他的大事业，他的想法。因为夫妻2个就是坚持的那方永远会赢嘛，不是能力好的会赢，是坚持的人会赢。然后他是有大梦想的，所以我会跟着他的梦想拼。可是几年前我先生过世，对我来讲是个人生很重要的考验。第一个，因为我平常被照顾的太好了，所以生活顿然不知所措。然后因为生活，我就是个生活白痴，大部分什么事情都不会，然后你要重新开始学习，重新开始弄很基本的生活东西，都是自己要学习的，然后自己面对，这就已经是一个挑战了。可是更大的挑战，各位有像我一个这么坚定、有伟大梦想的人都会跑掉然后我先生不见的时候，我突然就没有梦想了。那我为什么要拼？我都觉得我不需要这个世界，世界也不需要我。然后我梦想就慢慢离我，好像不关我的事了。然后你就会掉到一个坑里头去。那我的老师呢，陈明珠女士，我真的还要衷心的感谢她。她呢，在这个时候会把我拉在身边，带着我。然后呢，最重要是什么？她常常不断的会跟我讲她的梦想。我跟上线见面要干嘛？他教我什么吗？其实讲坦白话，我不是背后要讲他什么，他产品也没有我厉害。可是他有大梦想，他有大使命，他不断的跟我讲这些东西，这才是重点。他如果要教我怎么做，跟我说一定要用网络，一定要什么，你知道，只要是领导人都很反骨。他越叫我做，我就越不想做。可是他跟我讲他的梦想，他的那个，我听，开始就会慢慢就进脑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说，我来陪他，帮他完成他的大使命，他的大梦想。他要帮助全世界，帮助很多的人，还有很多的梦想。然后要做哪些事情？那我就觉得说，那我来陪他，帮他把这些事情完成，也是挺好的。这时候心就开始热了。你的老师是可以带动你的。然后真的要有想要动的时候，你就不担心学不了东西，因为你会把所有的资源自动到位就学起来了。系统很多东西都摆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今天呢，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3样东西？这3样东西非常重要，一个就是梦想，一个就是目标，一个就是老师，这个很重要。那我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
读圣经很有故事，很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应该说有一个老爷爷吧，带了他的孙子在河边钓鱼，然后那个孙子就问那个爷爷说：“爷爷，你这么老了，你每天读圣经，你根本就记不到，你又记不得，读了也忘掉，那你这样读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这个爷爷就说：“哦，孙子啊，简单，哎，这个把这个竹篓啊，那个都装了，都很多那个泥沙的那个鱼篓。他说你去河里头装点水，然后呢，他孙子就想看看他，然后就说好吧，那就去装个水回来，水就漏光了嘛，是个竹篓，当然就漏光了。他回来之后，爷爷又叫他说，哎，你再去装一篓，他又去装，回来还是漏光了。然后呢，爷爷又叫他去装，他又去装，回来还是漏光了。然后回来就不耐烦的跟爷爷说：“那你装都漏光了。”爷爷说：“你看看这个竹篓子，跟新的一样，哎，就亮了，就洗净了。其实很多东西不是你当下懂了，是你做了。你做了以后，它自然的就改造了你，就涤净你，然后就会有进到你心里，你从内到外就会有慢慢的改变。所以我们说言教不如身教，身教不如境教。所以62是什么？62就是那个境教，他把一切环境准备好放在那个地方，让大家进来耳濡目染，跟你去上成功学的课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上了课之后，62随便抓一个人问你，都会发现他在这边一段时间改变了非常多，他跟以前过去的自己是很不一样的。这些人进来为什么愿意改变？包括一些很无聊的改变，他都愿意。比如说我自己好了，我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自己，从小就是个很皮的人哦。你们一定没有像我这样过，2只手、2只脚都断过，这样有厉害吧？现场应该没有什么人可以跟我比的，就是皮，然后又反骨，然后所以我不穿高跟鞋的。进62之后，人为了要成功，是都可以忍耐吧，就穿高跟鞋啊，穿裙子在系统是第一次，穿高跟鞋是第一次，穿套装是第一次，听话哦，上课好好上课也是第一次，从以前从来不的事情，其实在系统都是慢慢的改变，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也因为有这个环境之后，系统的文化、系统的内涵教育耳濡目染，就像洗这个鱼篓一样，慢慢大家会知道回馈感恩的心，知道在乎身边的人，人跟人的关系会变好，会重视别人，然后这些改变了，很自然跟你会发现你带的组织，你牵进来的人，跟你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再带进来的组织牵进来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给他的对待也不一样，因为习性不同了，思维不同了，这才是改变。因为我们想要跟过去不一样的结果，你必须得改变。可是改变真的挺难的，不是你想要改变就改变的，它都发生在不知不觉中，不知道为什么就变了。然后，所以最重要是你要有一个环境把它抛在里面。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感谢全球，尤其是台湾60早期的所有的领导人，所有为60付出一份力量的领导人，塑造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即便是大家只出了一份力，或者是只是讲过课，然后持续在里头，都帮助到很多的人。我也是在里头受惠，开始成长，开始改变。你们现在看到的我都不是以前的我，真的很不一样了。所以呢，我其实很想要介绍我的老师，然后他今天跟我说，我坚决不入境。其实我很想要叫他入境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想要吗？他说不要哦，所以我要特别讲，我真的感谢我的老师。怎么上来了？上来了，来了，过来，露一个眼色，嗨，说嗨，看得见，进来，嗨，说看不见，有，我听到有嗨，口罩拿下来吧。
不要，不要，好，可以的，可以的。对，所以我要讲的是，真的，这就是系统可贵的地方。然后它是一个众志成城的一个事业，所以成功的不是每一个人自己做的。然后要懂得惜福，懂得感恩，然后懂得珍惜。最重要是你能够有智慧看懂，这里面的不同冲突，都是机会，都是学习跟成长的阶梯。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头有不同的成长。那我想这样子呢，我们才会有人生胜利的目标。所以今天我谈的这几样，再说一次，大梦想、目标，确定、明确、可执行、可达成的目标。好，不要随便喊口号的目标，说我要 go Timidly， 我要去什么登峰海外游，这都不算。目标必须配上计划，你的计划必须跟老师讨论。好，梦想记得一定要大，成功为失败之母哈，记得。所以要大到不容易达成，不容易追到。最重要，一切跟老师讨论落实。那永远老师也是要 manager 的，你怎么管理你的老师，让他跟你要跟他黏在一起嘛。所以常常要跟上线联络，不要等上线跟你了，你要跟上线联络，跟上线喝咖啡，这就很重要啦。主动权在你身上，你怎么去跟你的老师亲近啊？亲近不是老师可以教你什么，很自然的，只要老师的目标比你大，你慢慢就会被感染了。所以当你是老师的时候，你的目标可以比人家小嘛。当老师的人成绩不见得要比人家大哦。我可能是一个新人，我开始做，然后我就突然有下级了，怎么办？你怎么赢他？有没有下级一下做的咻比上级快的？有啊。那你什么会赢他？你梦想会赢他啊。你梦想只能比他大，不能比他小，你就 leader 他了。所以做直销永远不要怕人家人家问你说你现在有什么，你现在赚多少钱，你有多少组织，那个都是才开始的事情。在倍增的路上，大家真的好好拿计算机出来按一下就知道。你只要走对路了，有结果，是时间问题而已，是必须的。那配上的是什么？在这个市面里头，你要加快速度，要配上的就是频率、次数。所以你一天做7场 case 跟7天做1场 case， 这速度就差了非常非常多了。那按照你目标，没有规定谁一定要做什么样子，可是按照你的目标设计的大小啊，你会定出来有效的执行计划，知道你每天得做多少事。所以我讲可执行、可达成的目标，然后再来配上老师，人生胜利是必然的。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希望我的分享对大家是有帮助的，谢谢大家。